嗨，你好，我是 Vincent。今天要介绍如何在 Mac 上面安装 JDK。JDK 是 Java Development Kit 的缩写，也就是 Java 的开发工具。这里我们会安装 Lulu JDK， 是一个 Open JDK。首先我们搜寻 Lulu JDK， 第一个连接点进去呢，就是它的下载的连接。选择 Java 的版本，这里我们先选择 Java 17。Java 目前使用最多的3个版本是 Java 8、Java 11跟 Java 的17。选择 Java 17之后呢，作业系统这里你可以选择是 macOS。CPU 的架构呢，如果你是 Intel 的机种，请你选择 X8664；如果你是 M1 的机种，请你选择 ARM64。下载的位置呢，请你选择是 zip 档。下载完后，你可以回到上一页，再去下载 Java 8的版本。我们会在后面示范呢，如何用指令切换2个不同的版本。下载完后，请解压缩到任何一个目录。那你可以修改目录的名称，比如让这个 JDK 17的版本呢变成是 JDK 17。JDK 8的这个呢，你可以把它改成是 JDK 8。再来，我们可以统一的管理放在固定的目录下。这里我们就以文件下方呢新建一个新的 JDK 的目录，然后我们把解压缩完的这2个目录呢，直接放到 JDK 的目录下。我们可以看到 JDK 17下方会有一个叫 bin 的目录，这里面会有我们要执行的 Java 的指令。执行 Java 的指令呢，需要终端机。我们可以利用 Spotlight 搜寻呢，搜寻 Terminal， 打开终端机。终端机打开之后，请输入以下的指令。我们会输入 ASP 空一格 Java Home， 都是大写，等于我们在 JDK 17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找到 JDK 17的目录，把目录直接拖到终端机里面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执行 Java 空一格 dash version， 你就可以看到 Open JDK 版本17的说明。这里的 Java 指令也就是我们在 JDK 下看到的 Java 指令。接下来我们可以执行 JShell。JShell 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system.out.println 双引号 hello Java 双引号，然后你按 Enter 就可以看到执行的结果。要离开 JShell 可以按下斜线 ESIT 或者是按下 Ctrl D 就可以回到原本的指令列。如果要执行另外一个版本的 Java， 可以按方向键的上，它可以回到前一次的指令，修改目录的名称，比如说是 JDK 8， 按 Enter 再次执行刚才的 Java 指令。这里你就会看到我们执行的 Java 的版本是 Java 8的版本。这么长的指令呢，每一次启动终端机时都要重复执行，难免会打错，所以我们可以设在呢 Profile 的档案里面。我这里用到的终端机呢，它使用的是 ZShell。ZShell 的 Profile 档呢，档名叫做.z Profile。.z Profile 档案呢，它是点开头的，所以它是一个隐藏档。我们可以到 Finder 这里，你可以输入 Command Shift 加点，就可以切换是否要显示隐藏档。这里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 Z Profile， 那我们必须产生一个叫做 Z Profile 的档案。你可以在终端机这里呢输入 touch.z Profile， 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档案，那你可以进行编辑。你可以利用 Visual Studio Code 或者是任意的文字档案编辑都可以。这里我们会使用一般的文字编辑。打开之后，我们可以把刚才的指令呢直接复制进来。把文字框选之后呢，按下滑鼠的右键，选择拷贝，把它贴进来，按下储存。接下来我们重启终端机，我们把终端机关闭，重新开启一个新的终端机。这时候我只要执行 Java 空一格减 version， 你就会看到它就可以执行 JDK 17里面的 Java 指令了。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切换2个不同的版本，你可以在 Z Profile 里面加上另外一行指令 alias。 比如说我希望呼叫 Java 8的时候，它会执行 Java 8的指令，你可以这样写 Java 8等于双引号，里面我们希望呢先执行的是 ASP
JDK8 的位置。接下来加分号，后面是第二个指令。第二个指令我就会输入 Java 空一格减 version。我把 zip file 档案储存，回到终端机，关闭终端机，再重启一个新的终端机。这时候一开始如果我先输入 Java 空一格减 version， 它会是 JDK17 的版本。如果我输入 Java 8，它就会执行切换到 JDK8 的版本。接下来我们来写第一个 Java 的 Hello World 程式。首先我们在文件目录下新增一个档案，在 Finder 的显示方式中选择显示路径列，下方就会出现目录的路径。在文件夹上按滑鼠的右键，选择在终端机打开，输入以下的指令 touch hello world.java， 会产生一个空的档案，让我们可以进行编辑。此时你可以使用任意的文字编辑器进行编辑，比如 Visual Studio Code。如果你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你可以直接输入 code hello world.java。这里我们将 Java 的程式 key 进去，程式的内容我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方便你进行比对。这里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Java 的程式。上方的 Public Class Hello World 是定义了类别， Hello World 则是我们程式的类别名称。下方的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是程式中方法的宣告， Main 呢则是方法的名字。Systemout.println Hello World 则是真正要执行的指令。程式中的大括号呢必须要对称存在，所以点一下类别名称旁边的大括号，对称的大括号就会自动被框起来，让你知道它们是一对的。同样的，如果我点选方法的大括号，你也会看到方法的结束的大括号也会被框选。好，储存档案，我们回到终端机，输入一下指令 Java hello world.java。如果没有编写错误，你应该可以看到执行的结果。如果执行有错，你可以比对一下下方的说明栏的程式码。这时我们使用的是预设的 JDK17 的版本，可以透过 Java 减 version 做确认。这里要跟大家进一步说明的是， JDK11 以前的版本，如果要执行 Java， 必须要有编译的动作才能执行 Java 程式。我们在这里做个简单的示范。假设我们改回用 Java 8来执行，按上选到相同的指令，你会发现执行会失败。JDK11 以前的版本必须先编译产生所谓的 class 档，编译的指令呢是 Java C。 我们输入 Java C Hello World， 执行成功后，你会看到多了一个 Hello World.class 的档案。这个 class 的档案才是真正能拿来在 Java 环境中执行的。有了 class 的档案之后，我们再输入 Java Hello World。 请留意这里的 Java 指令是不可以输入.java 的副档名，这里的 Java 指令后方需要的是类别名称，而不是完整的档案名称。在这个例子当中， Hello World 就是我们的类别名称。 JDK11 后，为了简化，让我们可以快速的看到结果，提供了在 Java 后方直接输入完整的档名，但在实务的执行上， Java 的指令是需要 class 档案的。今天的安装就介绍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说明对你是有帮助的。如果有帮助，请你帮我按个赞。接下来我会教你安装 Eclipse 这套开发的工具以及它的设定，是 Java 开发工具中市占率相当高的一套的免费软体。对 Java 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部影片见，我是 Vincent， 感谢你的收看。